谁？是他哪个不长眼的？是红叶这些铁？慢着，让他们进来。啊！你是来找茬的？混进了吧？先听人把话说完。可是，一个碗不鸣，两个碗叮当。题主，大哥以前说过什么？你们都忘了吗？山祖是任侠，不是鲁莽。对不起，贝母老爹。可是，这人就是那个少主带走的猎物，我们却连话都没能跟少主说上。哦。先进来说话吧。这位客人找我们有何贵干？开什么玩笑！那些小兔崽子今天偷点米，明天偷把枪，你要我们就这么放过他们？弟兄们可能答应吗？你们可也不由分说就打伤了我们的人，回敬而已。啊，危险！我们能不知道吗？你以为我们是抱着怎样的觉悟才到这里的？
什么？从哪来的？都住手！空中花园的人和少主是什么关系？客人有所不知。僧院供奉的这把宝刀，是黄金时代的刀匠正宗呕心沥血一生而铸，所用材质极为特殊，世间难寻。历经岁月，仍旧新发于形，削体如泥，本来就归我们大哥所有。现在大哥不在了，我们自然要加以保管。要放此等宝刀在此蒙尘，我们作为大哥的家人，绝不可能。不过，大哥的刀法，我绝不可能认错。那个身影，他就是大哥曾提起过一次的继承人。如果少主愿意带走此刀，我们不会阻拦。对于我们这些被遗弃、无家可归的浪子来说，大哥就像再造恩人，贯彻他的仁义和信念，是山祖义不容辞之事。这里的大家都是我的可爱孩子，我说什么都会护着他们。但在外人一事上，敬谢不敏。山祖会自行保护大哥的僧院。没错。
也好，如果你们真的能处理掉感染体，老爹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还是你有更好的办法？体周，面子虽然重要，但我们现在弹尽粮绝，武器不能当饭吃。比算老几！死伤了你倒好，上下嘴皮一碰，地盘可是黑道的命根子，说分就分。老爹，不服就干，我们一直都是这么过来的。能撒野的场。管教无方，见笑了。体周，如果你也还算极道，应该知道要怎么做吧？这次是你的不对。是的，老爹。一根手指够不够？就用这个，代表这小子有眼无珠的歉意。这就是我们的规矩。大哥曾是个很讲义气的人，大家都很尊敬他。他生来就是刀法的天才，虽然一生难有敌手，
但绝不以武力压迫别人。这样的大哥，却被对头抓住软肋，陷害到家破人亡，上了这山，自愿远离一切纷争。他的宝刀，希望少主能物尽其用。哼，很好的玩笑。附近游散的感染体都处理完了，不会再来碍事。匕首用完了，还我。